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樟木头收容所的故事。大约1个月之前有人在国内的社交媒体网站上就发帖，呼吁对樟木头收容所当年的恶行进行调查。这文章里就讲了，说当年很多村子里人到广东东莞去打工，然后很多人呢就都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说村村都有未归人。那么这些人都哪去了呢？似乎都进了这个樟木头收容所。这就是让全国人民都不愿意回忆的樟木头收容所。在80、90年代的时候，联防队有事没事就到处查暂住证，没暂住证的直接给你带上一双银手镯，搞得跟犯了罪一样。被抓到的倒霉蛋全部都被集体关押到这个地方，打电话给家属交钱办证就可以出来，不办证就要在这里强行劳动。被关过的兄弟应该都知道里面是什么待遇。那么这个信息出来之后呢，底下很多人就附和，说当年他也进过，那里头太黑暗了，毒打，然后呢这个不给饭吃，然后各种各样的折磨。还有人发视频出来控诉他们当时在樟木头收容所的种种非人的待遇。从樟木头那个房间走出来的时候，很多老乡给我递了很多纸条让那些人赶紧把我赎出去，要不然我就送走了。白天的话吃2餐饭，每一餐有那个米饭，里面2个萝卜干。喝水的话，我就是基本上都喝厕所里面的水。如果说你不听话，那里面有个老大就会揍你，打你揍你，就这样的。听说要查这个樟木头的事儿，在内地的人可能不太了解，但是在90年代在深圳打工的人，那的确是个噩梦般的存在。如果你上街没有暂住证，就有可能被联防队装到筒子车里，直接拉到樟木头，有的会遣返，有的不知所踪。那时候的乱是无法用言语诉说。有一天有个朋友在街上，他有暂住证，碰到联防队查暂住证，他有点语气不善，于是把暂住证拿出来说，给你看。这时候联防队长过来把暂住证撕掉，告诉他，你现在还有没有？如果没有，请上车。那是一段混乱的时代，可怕的时代。但是这些信息到4月15号的时候就全部被下架了。大家都知道国内的这个信息控制那肯定是这些不好的信息嘛，那不能让在你传播那么于是乎境外就开始传播这些信息，包括那些视频我看李老师不是倪老师这些都转发了。那么境外有些民运组织呢还搞过一个调查，说当年就是樟木头收容所这个地方说死了5、6千人。根据那个估算那整个广东那边死的人就更多了然后境外这些，我看有些 YouTube 就做节目说，当年这个樟木头收容所就相当于中国的奥斯维辛，进去之后你基本上有去无回。然后说樟木头收容所附近那个东莞那地方还有万人坑那你想想中共杀人如麻那么这些信息汇聚在一起，有人就跟我讲，说王军你讲讲樟木头收容所你要讲国内的这些黑暗面嘛。那么我们就把这些信息拿过来进行研究。所以过去几天呢，我也一直在看资料看完这些资料之后呢，我有一个感受我个人觉得有些信息好像证据不是那么扎实。你比如说有人就讲了，说中国有个寻亲网，这寻亲网上你输入东莞2个字，马上出来一长串的失踪人口，那个都跟这个樟木头收容所有关吗？我就上去看了。我看了之后呢，发现大部分失踪的人都是在03年之后。那03年收容遣送制度那都已经废除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这个失踪肯定是跟收容遣送制度无关了。所以我觉得证据链不是那么扎实。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在国内做新闻的时候呢，我们曾经也调查过收容遣送制度。我的感受是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在全国各地都有这个收容遣送站，不光广东你比如说北京的马家楼的收容遣送站赫赫有名你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如果你流浪抓起来之后就送到马家楼，然后其他地方呢就送到北京旁边有个叫清河的地方。清河那地方挖沙子嘛，所以在北京人都知道那么这个在清河挖沙子是干什么呢？其实就是收容站。那么为什么那个时期在全国各地存在这么多收容站，咱们回头再讲但是我在这里我要讲，全国各地的收容站里面的确存在着大量的对人非人的折磨。可以说进入到收容遣送站的这些人都不被当做一个基本的中国公民来对待。那个时期的收容遣送站可以说是中国人权史上最黑暗的场所。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围绕着樟木头这个收容所那么它这个收容遣送制度背后的这个故事
这2天啊，我看资料的时候，我看到网上有一个人写过他当年在东莞被收容的这个经历。这个人的网名呢叫做雾山之雨。这雾山之雨啊，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三峡库区的。毕业之后呢，就在当地啊，他找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97年的时候呢，他就不安分了，想辞职到南方去打工。这一点其实我特别理解啊。现在说起来，很多人可能不理解，说你看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你还辞职到南方去打工。那个时候体制内的工作收入实在是太低了。当年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啊，94年、95年，我在内蒙工业大学当老师，一个月的工资啊200多块钱。当年我们那些青年教师里头，有些人到北京去打工啊，到广东打工啊，春节的时候回来到我们那单身宿舍楼就给我们讲，说我们在广东打工啊，一个月挣1500。我们这些人听了之后，觉得1500块钱都是天文数字啊！大家都纷纷跟那人说：“那你能不能介绍我们？我们也去到那儿打工，打几年我们再回来，是吧？”那你想想，这赚多少钱呢？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体制内的工作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太穷了。这个雾山之雨啊，就在1997年的时候辞职南下，到了东莞，怀揣了600块钱，他跟他自己的家人都没有讲。到了东莞之后呢，他过去不是在体制内吗？东莞这个地方呢，是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啊。当年香港这个地方啊，制造业转移率先都转移到了广东周围啊，这个围绕着香港这一圈，东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产业转移的基地。所谓的两头在外啊，什么大循环呢？广东最早的一家那香港人过来开的那个工厂，不就在虎门吗？所以啊，东莞这个地方有大量的这个工厂。但是这个雾山之雨呢，到那个地方去啊，他呢对工作挑挑拣拣。你想想，过去在体制内也没干过体力劳动，所以呢，他10-20天过去啊，他都没找到工作。结果不知不觉钱就花完了，兜里只剩20块钱了。他这一看不好啊，剩20块钱的时候，他那一天住旅店就花20块钱，那怎么办呢？他说那一天他说他不能再住20块钱的旅店了，他就找了一个录像厅。那录像厅啊，包夜一晚上8块钱，实际上在那录像厅里睡觉。他准备第2天啊，说不管啥工作，先找着一份工作再干。半夜1点的时候，突然一阵敲门声，哗，警察就冲到他们的录像厅里头了。录像厅可不止他一个人呢，一大堆男男女女啊，全被警察给收拾起来了。他当时还说：“我这也没犯法，这咋回事啊？”被人警察一脚就踢到屁股上，说：“老实一点。”于是就把这些人就给收罗起来了，赶到外面去。有一辆汽车，男男女女都给赶到汽车上，就拉到了派出所。送到派出所以后，那都是半夜了，他就发现在房间里头男男女女都关在一起，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旁边有人就跟他讲了，他说这些警察就是搞钱的，明天早上9点钟让你们给自己的亲友打电话，一个人300块钱，搞300块钱就把你放了。如果你没有300块钱，就给你送到收容所。其中有个收容所叫樟木头，大大的有名啊。然后他呢，到广东啊，这个雾山之雨啊，举目无亲呢。他只记得他自己妹妹有个同学的电话。第2天早上9点钟啊，他就赶紧给他那个人打电话。结果那个人说出去进货去了，要12点钟才回来。结果呢，他就没打成。没打成呢，这个时候马上要给他送到收容所，他就急呀，说11点钟之后啊，他就不停的跟外面的警察央求，说我能不能再打一个电话，再打一次啊？那个人用眼睛瞪他，最后经不住他磨啊，最后就把那个牢房的门给打开了。打开之后，他还以为那个人让他去打电话呢，没想到对方一拳就打在他的鼻子上，直接满脸是血呀。结果他一下就给打懵了，他也不敢反抗啊，没有办法呢，就默默地回到牢房里。当天下午就被送到了当地的一个收容所，还不是樟木头啊。所以说他进到了收容所之后呢，他就经历了那里的场景。他说进到收容所之后啊，一开始啊都叫上楼。上楼，他还以为上楼啥意思呢？上楼就是给这个仓管啊磕头。每一个仓室啊里面都有一个仓管，仓管实际上就牢头狱霸嘛，要给地上磕响头，然后脱光了衣服做检查。你要不服，周围的小弟就来打你。他就讲，他说他进去的第2天，有一个山东人不服，一进来之后啊，就不停的踢门。他说我犯了什么罪？然后你们要把我关在这里头，这地方是你在这嚣张的吗？那个山东人还不服，还在那使劲踢呢，在那喊呢。结果喊着喊着就来了2个警察，门一打开，拿着警棍就进来，就冲着山东人招呼。结果这山东人也不含糊啊，毕竟是一个水泊梁山的后代啊，
一声喊叫就冲到那个警察冲过去了，一下子就把那警察给冲倒了，冲倒到地上了。就这可不得了了，你想想警察平时在那里头都是打人的，结果呢还被这个人给打倒了，一下子就过来一大帮壮汉，就把这个人给架出去了。他们在里面就听外面撕心裂肺的这个喊叫啊，就是这个山东人。他说这个声音一开始非常大，但是后来声音越来越小，最后没声音了。等到吃饭的时候，他们出去的时候就发现，就这个山东人呢就被铐在了墙上。怎么铐的呢？就一个手往后，一个手这样，然后在后面呢铐在一起之后吊起来，吊在靠墙边的一个绳子上，脚尖勉强可以够到地。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姿势啊。他说那个人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力气反抗了，头耷拉在地上，一直到晚饭的时候才把这个人扔回到牢房里，直接扔在地上。他说这个人2天没爬起来。那些警察可能怕他死了，还告诉这仓室的人喂他吃饭。知道无产阶级铁拳的厉害了吧？他说那个仓室里头啊，最有意思的，这有一天，他说这个不是每个人进来都要跟这个仓头去拜码头吗？结果有一天咵进来的一群人都剃光头。这个人进来的时候神情啊都比较这个阴郁啊，然后呢一开始就有小弟上去说这个上楼，就意思就是说上去这些人要给那个仓管要磕头嘛。结果这个光头突然从他袖子里咵拿出一个半尺长的匕首，一下子就把那底下小弟给吓住了，是吧？然后呢也说没什么。原来就这些人呢，人家是真正的犯罪分子，结果呢也被收到这个收容站里头了。所以这个犯罪分子啊，人家对这些收容站里头这些人看不起了，所以你们这些人都属于普通老百姓，你也没犯罪，对吧？那这些人犯罪的，但是你要知道，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你想想，这收容站里头进去连搜身都不收，就这些人进到这个牢房里头啊，还可以带着匕首进去。你想想那里头管理有多混乱。就是这个雾山之语他就讲，他说这里面都是什么人？他说一般还真就没有什么乞讨人员，都是一些普通的打工的。然后呢，由于没带暂住证，就给弄进去了。他说有一个人，他说他跟他自己的女友在当地同居，结果晚上就查证，他不敢吭声啊，他住个铁皮房子里头啊。结果那警察一脚就把门给撞开了，就问有暂住证吗？他说有啊。他说有结婚证吗？结婚证他说正在办，没有结婚证抓起来，直接就抓进去，罚500块钱。他说还有一个孩子连18岁都不到，他说自己打工1年想要回家，路过东莞的时候包被人偷了，偷完之后呢身无分文，结果在大桥上跟自己朋友见面的时候被警察直接给抓住了，说他疑似抢劫，也给关进来了。大家可以看一下收容站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那么中国为什么会有收容站呢？这里头就有个背景，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都知道建国以后啊，中共对中国的管理啊，它实际上是城乡2元结构，农村和城市其实就是2个世界。农村呢基本你就只能从事农业生产，城市的人可以在工厂里头打工嘛，工作嘛。那么农村的生活条件跟城市比起来差很远啊，所以共产党他不让农民往城里头流动。那你遇到饥荒的时候，那农民不到城里头去乞讨啊，要饭呐等等啊，所以看到农民到城里头来，抓起来运回到农村。你比如61年的时候专门出了一个规定啊，你农民进城你开介绍信，没有介绍信你到城市里头你住店你住不了，然后呢你可能甚至你坐车你也坐不了。这个介绍信现在很多人已经不知道了啊，但是我当年还经历过，就是如果你要是买飞机票，甚至你买火车的软卧都需要介绍信，现在没有了。在当年那个时代，你要知道介绍信在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就是你做什么事情有一个单位给你开一个介绍信。最开始这个制度就是为了防止农民到城里头来的。那么改革开放之后的1981年呢，中共就出台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叫做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管理办法。背景呢就是说城市里头有很多流浪乞讨的人员，这流浪乞讨的人员呢在城市里头它有危害啊。什么危害呢？第一个危害是不好看，对吧？你想想你满大街都是要饭的。第二个就这些人呢往往也是高犯罪率群体，他要不到饭了他就开始抢啊，开始偷啊。所以
对这些人要管，怎么管呢？有关部门把这个流浪乞讨人员都给抓起来，放到收容所去，然后你自己交代你自己家是什么地方，给你送回去。流浪乞讨这个管理办法，当时的背景就是如此。有些人说这个管理办法一开始是一个救助性质，其实在我看来也没什么救助性质，就是管理性质，就是不允许你到城里头来要饭嘛。当然城市也有乞讨的，也要如实交代给你送回家。那么这是1981年制定的一个政策但是后来改革开放的情况出现了变化，尤其是在广东这个地方有出现了大量的工厂，这些工厂需要大量的工人，那这工人哪来呢？那只能是来自于中国的农村。那东莞这个地方呢，也属于广东工厂比较密集的地方。那么这里头有一个统计数据在2000年的时候，东莞一共有16975家的工厂。那它的外来人口是多少呢？在2000年的时候整个东莞它的常住人口是644万，其中户籍人口是154万。那你想想，有将近500万都是非户籍人口。那么这个樟木头实际上就是东莞的一个镇，它的这个常住人口最新的统计数据我看2021年是17万，但是它多少户籍人口，多少这个非户籍人口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背景是，就是当年有大量的南下打工群体，因为工厂提供源源不断的就业机会嘛，而这些就业机会发的工资比在农村里头高嘛，那么广东就成为了一个外来人口聚集的地区。但是当年这些农民工到广东打工的时候都是同乡介绍，自己背个包就下去了，那么它必然带来一些问题，当年叫盲流，是吧？那个当年我记得春运期间，春节结束之后，农民工集中南下打工，很多城市由于没有这么多工厂嘛，他就怕这些农民工到这下车，都严防死守农民工在车站里头，政府就不让他们下车。为什么？因为你到这个地方你找不到工作，你很快就没收入了，对不对？没收入之后，你不就得偷抢那会对社会治安构成影响吗？所以大概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这政府呢就出台了一个文件，说是劝导这农民工不要盲目到广东去打工，这是一个文件。与此同时呢，又制定了一个就是收容遣送管理办法的改革意见，就把过去收容遣送的这人群呢给扩大化了。过去都是城市流浪乞讨人员现在扩大到了三无人员。哪三无呢？没有合法证件，没有固定居所，没有固定工作的，这叫做三无人员。说如果你这三无人员的话，就直接可以把你收容起来。那没有合法证件这门槛相当高这不是说你有身份证就可以这合法的证件指的是身份证、暂住证还有务工证，这3个证合在一起才叫合法证件。那么于是乎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样的一个指导意见出台之后，这城市的收容遣送管理办法就一下子扩大到了在城市中间一个非常庞大的打工群体，它也就开创了在中国人权史上的黑暗一页。怎么黑暗呢？就是说你没有任何犯罪的嫌疑，警方就可以直接把你抓起来，剥夺你的自由，把你送进收容站。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起来了自己的收容站。那么广东东莞这个地方由于大量的外来人口那么他们也就建立起来自己的收容站。这樟木头收容站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建立起来的那么樟木头收容站，我们这几天也在仔细的查资料说这樟木到底有多黑暗呢？说句心里话，我查来查去还没有查到特别直接的这个资料。我看到有一个人叫张林，是个民运人士他的经历也挺有意思的。当年参加过6·4，然后后来呢到了美国之后呢，他这个人还挺有骨气的待了1年之后就回国要搞民运，回到国内之后就被抓起来所以在国内的时候被抓了很多次。他在1986年的时候进过这个樟木头收容所。他是怎么进入的呢？他是一开始想要偷渡到香港，当然他也偷渡成功了。到了香港之后呢，香港那个时候也不太欢迎内地的人去偷渡于是审问完之后呢，就用大卡车把他们运回到深圳了。运回到深圳之后，那时候你偷渡到香港属于犯法于是就先把他关到深圳的这个收容所里头，
转过头来几天之后，把他送到了张木头的收容所。所以张木头收容所最开始啊，就是为了关押逃港的这批人，因为当年香港非常繁荣啊，内地很穷啊，所以很多人都想往香港跑。那么跑到香港呢，有的半路就被抓回来了，有的香港遣送回来了，就都运送到这个张木头这个收容所里头去关押。他就讲了他自己的经历，他说呢，首先吃的非常差，每天2顿糙米饭加这个胡萝卜干，然后呢进去之后也是挨打呀。他说那有一个东北人不服气啊，在里面一阵暴打，打在地上，最后就被抬出去了。他说这个人后来是死是活他也不知道。然后在这个张木头看守所里头啊，甚至连喝水都非常困难。他说那没有自来水，那怎么办呢？他说那个能喝一点水，让别人搞一瓶瓶装水，他觉得特别的好喝。那么我们看到的有关张木头这个收容所啊，最直接的内容啊，就是来自于他这本回忆录啊。那么其他的关于张木头收容所里的故事呢，我看到的有一个这个围绕着死亡案例。这个人呢，名字叫做张正海，他的这个经历呢，在2000年9月份的时候，《中国青年报》啊做过报道。这张正海啊是湖南人，他本人在深圳打工，他的妻子呢是在东莞打工。在这个2000年的7月10号的时候，他从深圳到东莞去接他自己的媳妇儿。结果他到了东莞的时候，他因为随身没有带暂住证，结果就被警察搜查呀。警察搜查的时候，你没有暂住证，直接就把他当作盲流就关起来了，就直接关到了张木头的收容所。这里头我还加一个背景啊，就张木头收容所一开始都是关，就是从香港逃回来的啊，就是抓回来的啊，后来就扩大了，就基本上这3务人员就开始往里关了。这张正海就是那个时候关进去的嘛啊。这张正海被关进去之后啊，他就找人呢，人管他要钱，600块钱领啊，打电话找人领啊。他们家人隔了一段时间到这个张木头收容所里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被转移了，不在这儿了。转移到哪儿了呢？就转移到了广东啊，有个乐昌叫平石收容所。就家人呢就赶到这平石收容所去了啊。到那地方就发现人说这个人失踪了。怎么失踪的呢？说8月3号的时候啊，就是这个乐昌的平石收容所啊，发生了一起集体越狱事件。当然这个也不叫越狱了，因为它不是监狱啊，反正就是出逃事件，一共16个人。这16个人趁着看守不注意啊，就冲出去了。这个乐昌的这收容所外面就是一条江，这江啊不是特别宽，但是这江水很急啊。这些人冲出去之后，就往那个江上就跑嘛，就后面这些看守啊，就拿着这个警棍在后面追。这些人就往江里跳啊，结果那江水啊非常湍急，一下子就把很多人冲走了，当场淹死5个人，还有4个人就失踪了。这个张正海就属于失踪人员。当他父亲到这个乐昌的收容所去找人的时候，人就说不见了这个人。他说因为是属于失踪嘛，也不能说是死亡。最后这件事情怎么办呢？就给了他们家里头补偿了5000块钱人道的这补偿金，一条人命就这么没了。大家可以想象当时有多黑暗了。据说当年那个《中情报》调查的时候还发现，说这个收容所的人在追赶这些人的时候啊，还往天上打枪。按照法律规定，实际上他们不应该有枪的，但大家都听到枪了。所以你可以想象，那就是基本上是个人间地狱啊。那为什么当时全国各地热衷于搞这种收容所呢？其实这里头有个背景，说白了就是为了搞钱。我们刚才不是听到了吗？说你进来之后你就得交钱，300块钱、600块钱、500块钱不等啊。你交了钱放人，不交钱的就给你弄到收容所里头强迫劳动。当年我记得是2000年的时候吧，那有一篇文章，湖南有一个收容所，这个收容所呢，它一共只有10个人，这10个人中间啊，基本都是自己的老婆啊、弟妹啊这几个人。这所长啊，为了搞钱啊，最后就说啊，他说我们得想办法。怎么想办法呢？当地湖南啊，很多老农民呢，一到这个过了春节之后，就到省会长沙附近去打工。他们就在火车站那地方设卡，就抓这些农民。没有暂住证吗？你想想，你刚从农村出来，你到城市里头来，你还没找到工作呢，哪来的暂住证啊？哪来的务工证啊？这些收容所的人直接就把这些农民抓起来，抓到这个收容所里头，关押10天之内的
交1000块，10天之下的800块、700块，交完钱走人，不交钱就在这里头挖沙子，强迫劳动。10天之上的1400块，还有这个什么1200的、900块的，说这几年时间一共搞了320万。后来就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在这个收容所里头打死了一个人，然后这个所长才被调走。后来报纸进行调查，《三湘都市报》调查出来说，这个黑心的这个收容所啊，这个所长这些年一共搞了多少钱？这所长不仅仅抓本地人呐，他还到广东那边去进口进货。就广东那边的你的收容站，你不是抓了很多人吗？他给广东这边收容站一个人50块钱，给你50块钱之后呢，把这个人运回来，运回来之后再让你家里头人花1000块钱或者1000多块钱来领，你不领你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强迫劳动，黑暗的。所以你就知道当年的这个收容遣送制度啊，黑暗到什么程度啊。但这里头因为广东这边的外来人口最多，所以广东那边的收容所呢密度最高，那应该说出的事儿也最多，死的人也最多。那在境外的人权网站他不是做了估算吗？说这樟木头收容所啊，说是死了几千人，这个数字啊，这个我们没办法判断啊。但是当年南方都市报啊曾经得到过一个数据，这个数据就是广州市他自己的收容所啊非正常死亡的人数，2002年10月到2003年3月4个月的时间里啊，在广州市的收容所里头，一共非正常死亡是58人，平均每个月死亡14个人。这个数字也特别触目惊心呢。你想啊，一个月死亡14个，那一年不就100多人吗？所以他们那个估算数字都是按照这个基数进行估算的啊。当然我们不知道啊，就这个数据本身你是不是可以合理的推演到其他的这个收容所。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点确凿无疑，就当年的收容所里头有大量的非正常死亡。那这些死亡一般都是有几类，一类就是病死的。你想这些人本来都是属于社会底层，进去之后又不好好给看病，对吧？有的就是被直接折磨打死的，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意外。那么这些意外也跟这些人被折磨有关。比如说，这是2001年汕尾不是有一次，就是这些收容遣送的人被转移嘛，用那大货车把他们直接锁起来啊。这里头一个车里头是装了25个人，结果这25个人这车里头就着火了，这25人全被烧死了，一次就死亡了25个人。最后就查说这车里头啊发现了一个一次性打火机，调查的结论说是说这里头的人有意自己纵火。那么这里头有2个问题，第一，他们为什么要纵火？第二，即便是纵火的话，为什么不把这个车门打开呢？这里我给大家讲一个背景啊，就是2000年的时候，海丰市的那个收容所啊，当时也是在转运这些人员，结果有些人就在车里头把自己这里头给点着了，结果呢赶紧就把这个车门打开了。打开了之后，结果这些被押送的收容人员一哄而散，全跑了。跑了之后，收容站的这些人都写检查，你瞧瞧，这些人自己纵火，你就把门给打开了。所以汕尾这次知道里头有人纵火，也没开门，就让他们自己在里头自己救火。结果那里头怎么救呢？25个人都被烧死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些人眼中，这些人的命根本不值钱，你们自己在里头烧死，我也不能把门打开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在广东打工的过程中间，那些打工人经历了什么样的经历。我看就这2天有一个人发的视频，那个人当年就在广东东莞打工。我一直没有讲樟木头收容所这个事情，原因是什么？它是我心中的那一块痛，也是我心中的那一个伤。它是当年珠三角规模最大的收容所，短短10年时间，硬生生的关了80多万怀揣南下打工梦想的打工仔。那个时候的东莞、深圳，只要抓到没有暂住证的，不论男女，不论老少，不问理由，一股脑的全往这个地方送，没有任何商量余地。我是有一次本身办了暂住证，因为他们大清查之后是要凑个人数的，结果我暂住证被他撕了，然后就被抓去了。
最后还花了很多钱啊，有没有挨打？肯定挨打嘛。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南下的这些打工仔、打工妹，在广东东莞这里没有尊严。东莞这个地方，虽然我待了32年，到现在我都非常讨厌这里。哪怕我在东莞再待30年，我也找不到我是东莞人的感觉。他自己就曾经讲过一段话，他说那个时代的东莞简直就是一个非人的待遇，不管你在这里头怎么做，你在这里头都是社会的最底层。他说他恨这个地方，他不能原谅他当年在东莞的经历。那么其实还不仅仅是男性，女性的很多遭遇就更悲惨了啊。那当时非常著名的苏萍案，这苏萍呢也是，这是在马上公交车的时候被警察就直给抓起来了，没有暂住证吗？直接就给丢到了当地收容医院里面去了。丢到收容医院里头，一开始的一个房间里就被一个男的马上就给强奸了，强奸完之后又把他丢到3楼，有几十个男子关押的一个房间里。结果就在那个房间里，他都不知道被多少男的给强奸了，他自己都记不清了。后来他昏死过去了。第二天，她丈夫把她接出去，她讲述了这个经历，于是去报警去报案，结果又推脱，然后说这个管理不严等等。所以啊，在我看来啊，在中国的司法史上，在中国的人权史上，收容遣送制度一定是中国人权史上最黑暗的那一页。说他们是奥斯维辛这个东西有点过啊，我觉得确实有点过分，因为毕竟不是把他们送进焚尸炉嘛。但是进入到那个世界里的这个中国公民，的确是没有一点人权，而那些收容遣送的背后的警察也好啊，也包括管理人员也好啊，仅仅就是为了几百块钱。但是啊，随着这个制度已经走进了历史，这些人所经历的苦难也都逐渐的慢慢的消失在了公众的视野之外。所以在我看来就是这个重新调查，就是樟木头收容所很有必要。樟木头收容所或许它本身没有特别的这个在中国突出因为我刚才不是讲了吗？中国全国各地的那些收容所里头都差不多，大差不差。但最为关键的，我觉得我们需要给现在的中国人一个交代，比如说有没有当年真的在那失踪的找不着的，那我们得去查档案查当年的樟木头包括其他的这些收容所里的档案给大家一个这个交代。另外一个，就当年这个收容制度里面所经历的，或者说所遭受的种种的不幸的待遇，或者说那些人进行的种种罪恶，都应该把它记录下来，让我们每一个公民都知道我们的国家过去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因为人的记忆是很短的，你比如说你现在你去跟很多人讲孙志刚，大家可能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你给他讲收容遣送制度，很多人也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就像文革一样，过去不过50年嘛，谁还记得那个人吃人的时代呢？但是一个民族如果要是善于遗忘的话，那么他就会在不断的悲剧中间一次又一次的重演。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我一直没有讲樟木头收容所这个事情，原因是什么？它是我心中的那一块痛，也是我心中的那一个伤。有没有挨打？肯定挨打嘛。那个时候，我告诉你，我们南下的这些打工仔、打工妹，在广东东莞这里没有尊严。白天的话吃2餐饭，每一餐有那个米饭，里面2个萝卜干。喝水的话，我就是基本上都喝厕所里面的水。
如果你上街没有暂住证，就有可能被联防队装到同的车里，直接拉到樟木头，有的会遣返，有的不知所踪。那时候的乱是无法言语诉说，那是一段混乱的时代，可怕的时代。